你好，我是你的英语课老师 Jason。本课时我们主要来讲解基于 Python、Django、Ansible 来开发一套具备 DevOps 理念的自动化任务执行及资产管理 CMDB 系统。这个可以实现自动化任务执行和资产管理的系统取名为 IMC。它是基于 Python、Django、Ansible 来实现的。总共有2个版本，一个是 2.7 的版本，你可以在 GitHub 的这个地址上来直接下载。另外一个版本就是Python 3.6 的版本，你可以在本课时的最尾链接中来通过附件的方式下载。IMC 的工程可以做到自动化的资产收集和自动化的任务执行。资产管理的部分会自动的把服务器上所有的系统硬件信息和数组机、子机关联信息收集起来，并做平台化的展示。然后打通自动化任务执行。客户端可以通过 API 接口的方式对收集的资产信息这些对象执行了自动化任务。对应的关系图示如下。想要了解自动化任务管理系统，首先需要理解一个概念，什么是运维自动化系统中的资产。我们认为它一共分为3种类型，一个是物理资产、虚拟资产和信息资产。所谓物理资产如我们看到的机房、机柜、网络设备、硬件、服务器等相关硬件模块都属于物理资产。虚拟资产往往是我们看不到的，但实际它又是很重要的一个个体。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虚拟机上通过虚拟化的方式虚拟出 KVM、VM 和 Docker 等相关的虚拟化个体。所谓信息资产是一些基本标识信息和个体中的属性，比如说服务器上装的操作系统版本、系统上运行的服务，以及每个服务器上配置的 IP， 还有登录相关的信息等等。运维资产管理系统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些资产做整体的管理和收集。我们讲到 CMDB 也是 DevOps 设计里面最基础的一个环节，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图示来形象的衡量资产管理系统的重要性。在企业里边， DevOps 功能包括了监控、配置管理、资产弹性、自动化任务等相关功能。这些功能大多依赖资产管理系统，所以收集资产是 DevOps 工程设计里面非常重要、非常基础的一个环节。如果资产做到自动化的收集，怎么来实现呢？接下来我把这个工程的第一个版本及部分代码来给你演示一下。首先用 Pycharm 这个工具把工程代码打开，左侧是目录结构，底部是 Terminal 控制终端，上面是代码内容。如果你了解 Pycharm 工具就比较清楚了。我本地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演示的环境，因为需要收集资产信息，本地环境的资产除了包括演示的这台主机以外，还包括另外一台单独装了 VMware 的虚拟机，在这个虚拟机上面还运行了一个 Docker 的容器。这些就是我本地收集的目标资产对象。登录到这台虚拟机以后，可以发现容器已经开放了 SSH 端口，并进行了端口的映射。所以整体的环境是这样的，我通过客户端的一台机器去扫描目标资源，由于环境的限制，我这里会把虚拟机当成一台物理设备来进行扫描。正常结果中会把这台设备与容器2个对象中相关的资产信息进行整体的扫描，并把它们相关的关系罗列出来。回到工程代码中，我来具体演示一下。首先运行一个脚本，把目标资产信息扫描出来。这里通过 Python 执行 man.py 文件，就可以开启对局域网的扫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终端会输出相关的日志及扫描到的信息。在脚本执行完以后，我们会看到打印在终端的信息，这里打印出了登录主机的相关信息。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 IP 端口信息，这个 SC 端口就是容器所映射出来的端口。还会看到把相关的数字机上的主机信息及其他信息也做了打印，完成信息收集。通过这种方式看到终端的信息还不够清晰，这时候就需要一套前台的展示页面，能够非常清晰的展示出所收集的系统信息，并展示出它们的关联关系。所以这里我继续演示前台界面是什么效果。使用 Python manage run 这种方式在本地监听5555端口，并把这个服务运行起来。然后打开浏览器，
在浏览器里面呢输入 127.0.0.1 555端口的 URL 地址，这个时候就可以登录到这台后台系统。在后台系统中，你可以看到整个界面展示几类信息，包含物理设备信息、虚拟设备信息、网络设备信息。我们要重点看一下物理设备和虚拟设备的信息。在物理设备信息栏里面，你会看到这里已经扫描到了一台物理机，它是承载 Docker 类型的物理机。点击子链接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界面，新的界面里面会展示这台物理机上的相关机器属性，如 IP 地址、服务器品牌、操作系统等等。你可以看到服务器的品牌呢是 VMware， 我本地的资源呢由于有限，并没有实际的物理设备，所以呢我做了一些代码稍微的改动，把 VMware 这台机器呢当成物理设备来进行处理，但实际上呢它是一台虚拟机。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上线状态、类型、连接用户、登录方式等。我们可以点击子链接，这时会跳入到一个新的界面，新的界面里面会展示出登录的用户名、密码等信息，登录方式呢也做了相关资产的信息保存。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这里可以点击数组机类型的链接，会跳到一个新的页面，这里显示的内容表示在数组机上有多少个子的虚拟机。由于这台数组机运行的是容器，我们点击新的页面就会展示出这台数组机上有的容器运行，还会看到展示了容器的系统版本、连接用户等相关信息。我们也可以点击呢子的链接查看。这呢就是我这一套 CMDB 系统中的自动化资产收集的效果展示。接下来我具体介绍一下这套系统。首先呢，本课程呢并不是要手把手的带你来敲一遍代码，而是希望你可以获得一些自动化运维研发的思路及相关经验，并用在自己的项目中。首先呢是设计工程的逻辑、工程的功能及相关思路，然后呢是运维自动化的技术选型的一些思路，最后呢是技术站的一些基础实现。了解了这些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学习本课程你所需要掌握的一些基础。首先呢需要了解 Python 语言，具备一定的 Python 开发基础，同时呢你还需要了解 Django 的基础，包括它的模型、视图、URL 等，还需要掌握一些必要的前端知识，如 Bootstrap、JS、HTML。 这里对前端的知识要求呢并不是非常高，只要看懂代码即可。接下来我来重点的讲解一下工程的设计理念。工程设计的第一部分是资产信息采集。我在服务台会运行一套脚本，它采用的是主动探测的方式，也就是服务端主动去探测同一个局域网内部的客户端资源。探测的方式呢，通过一些通用的协议来做，比如我会通过 SMP 协议去扫描整个内部的存活设备，通过 SG 端口协议去登录主机，获取主机上的相关信息等等。采用通用协议的一个好处是开发运维实现会更加简单和通用。传统的 CMDB 系统呢需要手动录入这种方式，相比手动录入的方式，该系统呢效率则得到了提升。另外呢，对于被动探测的方式呢，采用这种主动探测的方式会更加的方便维护和管理。被动探测往往需要客户端去安装 agent， 而 agent 的管理和维护开发起来是相对复杂的。第三块呢就是信息展示了。这个工程的信息展示，你可以看到在左侧的菜单栏里面，我会把 DevOps 与之相关的功能呢做一个罗列。另外呢，中间的大窗口我会按照资源类型呢做全局的统计。最后呢，我会把相关的类型进行关联，比如一台数组机的操作系统上关联了多少个虚拟机，对这样的一些关系可以做梳理和展示。以上就是这个系统的一些功能设计。第二块就是资产信息内容，这里我截了一张图，在资产信息内容中会收集服务器的 IP、服务器品牌、主机名、系统版本、设备 SN 号、MAC 地址、数组机类型、相关编号以及 SSH 登录所需的信息。有了登录的连接信息，那就为自动化任务执行呢奠定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基础。接下来这个页面展示的就是与登录连接相关的信息内容，它包含登录的用户名、SSH 的登录户密码、SSH 登录的端口 IP 地址，同时呢也可以支持 Key 登录的信息记录。
因为前面我们讲过，采用 key 的登录方式呢，会比密码登录的方式呢更加安全。最后一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 CMDB 的技术栈。首先，这套工程用到 Python 3.6、Django 1.8、MySQL 5.7，那前台用到是 Bootstrap 3.0。首先呢，在这套工程使用时，你需要先把 MySQL 呢搭建完毕，同时修改对应的字符集，并创建数据库、密码等相关信息。这些呢是对数据库相关的配置。第二呢，工程所需要的模块安装，同样呢是放在工程下的 requirements.txt， 里面呢有记录这个工程所需要依赖的 Python 工程模块。另外呢，就是在工程里面有修改过 Settings 文件的配置信息。我们通过呢 Manage Migrations 和 Manage Migrate 来创建数据库模型。这是这个工程搭建的几个基础步骤。同时，在前台的管理系统里边，我们用到了 admin 方式的登录用户密码。这个时候需要为你的前台呢创建一个登录的用户密码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呢 Manage 进入到 Shell 的交互环境，并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创建前台的管理员用户密码。最后呢就是启动工程。这就是对于整套工程的基础环境和启动方式的介绍。接下来介绍如何使用这套工程以及它所探测的目标资源环境。图中右侧呢是所需要探测的客户端，左侧呢为服务端。服务端这里呢通过一些对应的通用协议，比如 sh、ping、telnet 等相关命令呢来探测客户端的目标服务器。在目标的服务器上装有对应的虚拟化内容的虚拟机，比如 KVM、Docker、ESX 等等。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套工程对于这些目标的主机、虚拟机、信息资产它的一个探测逻辑。我们会看到通过 mail 的这个文件执行，实际上是执行了3大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做存活的探测，第二个呢就是做主机的探测，第三个呢就是做主机关系的探测。存活探测会扫描局域网内的存活的 IP 地址，主机探测呢会获取对应的存活主机上面的系统信息，比如 SN 号、版本、MAC 等相关主机资产信息。主机关系探测呢会识别数主机和它对应上面的虚拟子机之间的一个映射关系。这就是整体探测的逻辑和这个顺序。首先呢，我会做主机存活探测，扫描出对应的存活的主机 IP 列表。有了这份 IP 列表以后，就可以用 SSH 端口的探测方式。SSH 端口探测先判断局域网内部的 SSH 端口是不是开放的。如果是开放的 SSH 端口，那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台 Linux 主机，那并可以做进一步的 SSH 登录测试。如果不开放 SSH 端口，那我们可认为它是非 Linux 主机，然后呢把它放入到另外一个不可登录的列表中。接下来呢，我会模拟 SSH 用户登录，判断它的登录方式，分别是通过用户的密码登录方式和 key 登录方式。登录完成以后，就可以去获取这台主机上的主机信息，并提取出来。这就是整个探测的实现逻辑。在这个探测的前提是，我们需要安装了相关程序代码的服务环境，并且呢，本地也有对应的目标主机可以供你去探测。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呢启动这个探测器，并且呢做一些必要的配置。首先呢，我们需要修改呢 scanhost.yum 这个文件里面的相关配置。这里呢会配置几段信息。第一个呢配置的是服务器的主机段，我本地的主机段呢是192.168.1的，表示呢扫描的主机段是哪一个。第二呢就是 SSH 所需要探测的端口，因为 SSH 端口呢是固定的，默认的是22，也有可能呢因为你企业的差异性做了一些调整。另外呢就是配置 SSH 用 key 登录的方式，这里呢会为私钥配置一个列表。以下这些配置呢是固定的，大家可以不用去改。那这里呢需要执行在主机上面的信息获取的命令，比如说获取主机的版本、主机名、MAC 地址、SN 号等，这呢都是通过命令去获取的。最后呢单独列出了一个 docker info 的配置信息项，它呢是为 docker 登录的方式呢单独呢独立出了一个用户密码，这是因为环境的差异性而做的。我的环境呢会把 docker 呢做一个 SSH 端口的映射，并且呢有独立的一套用户密码，所以呢我就需要做单独的配置。最后在配置完对应的环境信息以后，就可以启动探测脚本，可以通过 Python 3.6 的方式呢来执行 man.py 文件，这样呢就开启了你的探测任务。本课时呢我们所讲解的 CMDB 系统
实现原理及相关逻辑呢？就是这一些。那下一个课时啊，我们将继续围绕这一套具备 DevOps 理念的工程来讲一讲探测到的资产信息如何来做自动化命令的任务执行。好了，谢谢大家。